这句话说了快10年了，开场演员不容易，所以愿意选择承担开场的，我们多给他鼓励，好不好？他是谁呢？他是去年的冠军，我们欢迎翟佳宁。人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舞台，老翟家祖坟冒青烟了，真的，真想一直比下去，比到集体猝死啊！2025喜剧之王年度总冠军。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翟佳宁，非常开心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挺难得的。这从节目诞生开始我就在嘛，还是有点成就感的。翟佳宁今年能回归来比赛，他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比赛的名次来证明自己，因为我名次不可能有原来好了。哦，他是来比赛的，是吧？我以为他是来开场的，我就觉得他真是真爱创作呀，没尽兴。我认为很多熟悉我的观众，他就是应该知道我的风格了。然后所以说，我想现在以这个状态，能多讲一些我心里真正想表达的话题吧。大翟，我更希望他能够100%的释放自己。在今年喜诞3这么多的选手里面，愿意去主动为所有的演员开一个好的场，真的非常有担当。就是我觉得他属于舞台，我感觉他有一种那种战士的感觉，特别的酷。开场确实原来有压力，但总得有个开场啊，开呗，无所谓啊。哎，谢谢，哎呦，谢，好，哎呦，好嘞，好，谢谢大家，我是安宁，谢谢。特别开心啊，又回到咱们这个熟悉的舞台了，真的，本来以为能当魔王呢，真的。然后节目组就跟我说：“翟呀，你回来比吧，很多老选手都不来了，你得回来呀。”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你有担当。”我说：“行，我担当。”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我说：“为啥？因为你有担当。”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冷不丁单就2当，现在单就2当。还有好笑搁后头呢，真的还有那选手问我呢，翟哥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还回来比啥呀？我说你别管火不火，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哎，朋友们，说实话，夺完冠之后还是获得很多的，真的。借爱奇艺的福，我从去年夺冠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都会参加一些精致的名利活动，到现在走了3回红毯。你放心，不用呕，肯定没好话，妹子。咱们这种喜剧演员在那种活动里是最没存在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那种活动里就纯是长见识，一进飞机场就长见识，没见过那么多长枪短炮怼着拍。我一点不骗你，我搁苏宁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不好意思，我搁天猫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哎呦，你们见过现在粉丝拍摄的设备卷到什么程度了吗？我看一个妹妹手里拿这么大的云台，然后中间架着单反，单反前面是短焦，完了左边有扩展架夹她的 GoPro， 右边扩展架夹她手机，手机前面又一个长焦。我说这要拍啥呀？要给你哥拍核磁共振呢呀？妹妹手里拿那摄像头比那红绿灯摄像头都多，我感觉我跟身边经过快点得扣我6分啊，那都。他们拿这么多的设备就拍那些哥哥，我不理解啊，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配合。说你们见过明星在机场的穿搭没有？严严实实，一个墨镜遮住半边脸，一个鸭舌帽扣到鼻梁，口罩又罩上了，完了一个帽衫又扣上。我说啥意思啊？耳朵也不让看呐。朋友们，抢银行还得露俩眼睛呢。我说这多余了，直接拿牛皮纸扣上不就完了吗？不太理解啊。旁边有的路过还不知道，还问我呢，兄弟，你瞅这什么人，感觉这么厉害？我说不知道啊，瞅穿搭像阿拉伯人呢，瞅着像。长见识。而且
你会被明星分配到同一个就是商务舱头等舱里。哎，朋友们，说实话，我喜欢商务舱，但不太喜欢跟明星一起坐商务舱。为什么？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那人群里最喜欢商务舱那个。我当时是最素的，真的，我前后左右都是顶流。我那个状态特别像满汉全席桌子中间放着盘拍黄瓜，整个商务舱里所有人都戴口罩，就我不戴。那个画面特别像我2月没洗澡，给人哥哥熏着了，你知道吗？而且很多这些明星有狂热的粉丝跟他这趟飞机，我当时坐过道，很多粉丝都不认识我，但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粉丝，没有一个感觉我德不配位能坐在那儿。每一个路过我的人都给我肯定的眼神儿。这保镖请到位了，这。我说是，我有担当，我有担当。那最倒霉就有那么兴崩2个认识你的，跟前面的人说，哎，这不是保镖，这我搁线下活动见过，这叫翟佳宁。那人就回他啊，翟佳宁是哪个站姐啊？我怎么没见过呢？他怎么买这么好的票呢？哎，朋友们，说实话，我调侃了人粉丝老师是吧？但我说实话，我当时参加完这3个活动，对粉丝就是羡慕。现场有追星的朋友吗？有。这些啊，说实话，朋友们，剩下不追星的我都可怜你们。咱们这种不追星的，跟那些追星的朋友不一样，他们获得的快乐应该是咱们的10000倍。真的，我反思了一下，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就生产快乐能力这件事上，跟真正的顶流明星比，我就是废物。我想让大家快乐，写段子得什么找主题、找共鸣、写段子、写梗、翻3番。我看现场哥哥就提了一下裤子。对，现场就，哎，行了，不要骗彼此了，啊，晚了。我当时都没明白，我说啊，咋的了？咱们又要办奥运会了吗？我一点不骗你们朋友们，就他哥哥提裤子的时候，哪怕我在旁边就脱裤子，没人能发现都。当天晚上结束活动之后，我就给付航发微信，真的，我说兄弟，这才是真正的 passion。我原来以为付航的就是 passion。付航现在在我心里顶多就是 a little bit exciting 的，完全比不了。朋友们，你相信我，追星获得的快乐是普通人10000倍，但你也不用太羡慕他，他们要承受的也是咱们的10000倍。你看，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一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完了他把头埋怀里，你看光提就开心，你看着没？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是发自内心、歇斯底里的快乐，对吧？那就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那就是。所有人都羡慕她，只有我特别担心她。朋友们，你想啊，那个姑娘也就20、30岁呀，她未来还有50、60年的人生要走啊，但她快乐到头了，那以后咋办呢？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他了。你想以后他中了1000万，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还是那天更带劲儿。你想想，人生4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东方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所以朋友们，最后我真感觉咱脱口秀演员跟人明星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配套的待遇，咱没有必要也配套。哎，我当时很震惊，不明白那个经纪公司还给我请了个摄影师，拍了我1晚上。结束之后，我就找一摄影老师说：“老师，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呗，我那个想写段子找点素材。”给我发过来，那文件35个 G， 网盘不开会员得下1个月，下1个月。我就开个会员，把那文件下来打开，那文件名叫翟佳宁晚会，我一打开一看，全是谭健次，我去。我就在上千张个谭健次里找翟佳宁，一找就能找着，人家看着就是烦，我就给翟佳宁全删了。
35个 G， 给我全删了，那文件还剩35个 G 呀、祝各位生活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翟佳宁，喜欢他新浪微博的朋友一定记得为他投票。谢谢谢谢谢谢。 3、2、1，投票。大宅，我回头看，你触发了我们今天第一个金牌挑战。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超200票了，好像是啊。 200票一票。哎呀，开场如何感受？挺开心的，说实话，还回到这个舞台嘛，继续竞技嘛，体验这种就是刺激嘛，是吧？真的，希望大家后边更开心一点，给后备选手更多鼓励啊！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太有担当了哈。应该的应该的啊。大林这时隔1年又看到大宅，确实啊，这个我其实特别好奇啊，这大宅你去年名次已经很好了哈，是觉得还有什么在突破的空间吗？就今年再回来是不满意？没，成绩上肯定不可能比去年更好了嘛，是吧？是吧？哎，但我说句真心话，就是朋友们，你看去年我虽然吐槽了很多那个节目组是吧，但其实那些真都是玩笑。虽然我对那个节目组很多环节确实有点意见是吧，但是我拍良心讲，我认为《喜剧之王单口记》这个节目，还有哪怕是对面那个脱口秀节目，还有那个 Sketch 节目，是我认为中国最好的综艺节目。它应该是为数不多3个综艺节目能真给就是普通人机会，完了完成自己喜剧梦想的节目。我发自内心感谢所有能让普通人参加的那个线上综艺，真的，对，真的。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是2年前，然后纯素人，然后到现在的话能被很多人认识，就是因为喜丹。我想一下，我还有没有能力能在这个舞台上逗笑大家，然后有更多的突破。我想了一下，如果再拼一把，应该还可以，然后我就回来了，就这么简单啊。单刀。那你今年打算卫冕吗？没，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你活得太累了，这样。咱就是展示，哪有高低呀、这玩意儿是吧？那挺好，就保持这种心态吧。对，我昨天还在看大宅那个说奶茶的那段，然后我就想说，大家一直都在说你是东北猛男什么的，就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挺温柔，然后挺容易害羞、挺懵懵的一个状态。那个反差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你那个细腻的那一面。哎呀，我们猛男不经夸，你这么夸我会有这个就是对羞耻感，对。一直有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放松。哎，这不3年了嘛，都熟悉了很多环境。但说实话，每次来这舞台就莫名的紧张。你很棒了。别紧张，好。你第一个开场真的是勇气可嘉呀，还行，是担当。没，不至于。你自己说的吗？应该，谢谢。他怕别人夸他，我看出来了啊，这真怕别人夸我。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一种残忍的快感。太残忍了，我想听鲁豫姐说2句公平公正的话。大宅，因为我听你所有3火关于脱口秀演员的最近的采访 OG 系列，然后所有演员的系列，我受益良多。哎呦，谢谢。我其实特别期待大宅这一季的第1次的出场，因为特别重要，就是我想看到你的创作能力能不能接得住你生活有改变以后新的创作视角。刚才我是最后一个拍灯的，就我想全部的注意力在这儿。我觉得你特别完美丝滑，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这个成为大王之后我生活必然有的转变带来的视角的转变，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哎呦，谢谢老师，没想到你听那个系列，说实话播放量不咋地。谢谢，真谢谢，这垂直脱口秀观众真的，我太谢谢老师了，真的，我认证，鲁豫老师是中国最欣赏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啊。再细点呢。大宅，我看过他上一季的那个，就感觉以前去东北的时候老能碰到这样的哥们儿，就是也没啥话，但挺有意思的。咋说呢？这酒我就先干了呗，咔就下去，还是那种的哈。那我说想问，你就去参加这些盛典活动什么东西的？那主持人没说。大宅，现场这气氛哪一次你给搞起来的？哪次气氛是你们带起来的？啊，那是靠那个不那种活动里，咱们就不负责这工作了。特别好。
谢谢博哥，谢谢。谢谢4位。那大宅这个开场开得这么猛，同时也带来了金牌额外的奖励，会不会有演员选择挑战翟佳宁呢？会有谁呢？请看大屏幕。上九溪，房主任。哎，房主任厉害了！因为我毕竟是去年的老人，不管是从观众的认知度上，还是从观众对我的熟悉度上，都要比新人是有基础的。你要选就选一个强的嘛。因为近期一直跑开放麦，然后一直能撞见大宅。我其实觉得神无戏的人会给我一种安全感。上房揭瓦组合，这好，上房揭瓦组合。我们的规则，如果有2个人挑战的话，会按照内投排名从低到高上场。我们先上场的这一位，其实是喜丹的老朋友，去年没来，也是今年德云社的独苗。方主任，对，房主任，对，在剧场里边修炼了1年，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挺稳定的单口喜剧演员了。掌声送给勇敢的上九溪。这个节目特别的好，好在哪里？你们发现了吗？每年都往里边塞几个说相声的。就因为这件事儿，阎鹤祥没少请我们上过节目的师兄弟吃饭。他说我们的表现巩固了他在脱口秀界的地位。当年比赛里边，阎鹤祥还提过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2个师弟岌岌可危，我就是其中一急。我来得很急，回去的更急，我一共就来了那1集。时间真快呀，3年了，这是第2集。感谢节目组，如果明年来的话，人以为我参加的是奥运会呢。谢谢九溪。这一轮的挑战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这位演员，大家对他很熟悉了。去年度过了很可能是非常不平静，但应该很幸福的1年啊！我们掌声欢迎房主任。再见了，再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再回来这个舞台，就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我感谢我遇见的所有人。就是一个一个的你们的善意，让我觉得我配，我真的配。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所有的经历的这一切，到今年到前几天，我才真正的放下和走出来。今年再来就是非常轻松的心情，就来告诉观众，我这1年过得怎么样？我这1年过得非常好，我这1年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希望大家能从我身上看到希望。普通人，你也可以凭自己的热爱，凭自己的坚持，摆脱你的过去和走出困境，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完全不一样的房主任回来了。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去年第1轮我讲完，现场哭成一片，就那场面哈，我只在我们村葬礼上见过。我说我只是讲我怎么一路走来的，不是讲我怎么一路走好的。观众边哭边说：“没想到你以前过得那么不好。”后来我就只讲我走红毯、拍杂志，现场哭的声更大了。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大家还说我是出走的决心。节目录制完第2天啊，给我安排的全国巡演第1站就赶回临沂老家了。我说不是出走的决心吗？怎么干成回家的诱惑了呢？我回去后哈，大家都说房主任去上海骂街挣了1个亿。整得我自己都信了，现在村里等着我回去给他们修高铁呢。说剧里他们挣1个亿，就差1张直达上海的高铁票了。他们
们还听说我去爱奇艺扫楼，说海里是大城市啊，干保洁都这么挣钱。我也是火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家原来还有那么多亲戚呢。今年过年回催我上桌了。主位。连鱼头都冲着我了。大家都热情的过来跟我唠嗑。侄子要结婚，表叔家要盖猪圈，我跟他们唠了半天嗑，我现在倒欠他们100多万了。我也不知道我能火呀，我也是回村之后我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村里的顶流，房家村杨幂。谁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拍照蹭流量，起的标题是说看看这是谁，非常的有效果啊，2个赞1个路人评论。那评论说这谁呀？你说你一个小卖部卖化肥卖农药的，我能给你引来什么流啊？脱口秀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年轻人，他们压力多大呀？我再把农药推给他们。帮他们彻底躺平。只有我发小不蹭我流量，只找我办事儿。我有个发小被村霸又漏洞合同骗了，欠了一屁股债来找我，说我看到你跟黄晓明拍视频了，你能让黄晓明帮我打官司把钱要回来吗？我说黄晓明他只是演过律师，打什么官司呀？他还演过大汉天子呢，直接灭他九族。我发小说你帮帮我，我肯定会报答你的。你的大女儿今年30了，不是没人要吗？让我的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吧。我说我怎么就写不出来你这种包袱呢？不是比我搞笑哈。我有个闺蜜，现在她无家可归。咱不是有句老话吗？老够死，害怕老够死。我说我帮你租个房子过渡一下吧，我就给她找了个租金6000的房子，年租啊。她老公嫌房子太差了，就自己找了个1万的。我说行，我出6000，你出4000。她老公说行，就租6000的。我现在是不养自己的老公了，我开始养别人的老公了。我就给我别的闺蜜说，我说我要写成段子，我要骂他。我的闺蜜说你可别呀，咱都50年的感情了。我说我不写段子，我拿什么给他交房租？我看现场有很多女孩子啊，给你们一条人生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跟你们闺蜜吹那种牛，等我有钱了。我闺蜜等着了。前段时间我闺蜜给我打电话说，你以前不是说过说等你有钱了啊，包个山头给我们一起养老吗？山头帮你联系好了，对方是你的熟人。我过去一看，确实是我的熟人，上学时候的暗恋对象。别熬了，他都50了。刚开始聊的还挺开心的，就是聊着聊着哈，他对我越贴越近，还要动手。我说你等等啊，我只是想包山，我不包别的啊。就那天吧，他越喝越上头，我是越听越下头啊。就是现场的鸡妹们，千万不要有年龄焦虑啊！看看我20岁的时候没追上的男人，我今年50了，我喜欢的依然还是20岁的。那天分开以后啊，他回去以后还不断的给我发信息，
一边问我你还包不包山了，一边问我借钱。我说你放心，对于你我包山的。去年我火了以后，我以为会给我的过去彻底翻篇了，没想到是我的过去它翻番了。今天我为什么要选择挑战大宅呢？肯定不是因为金牌啊，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我们这个行业一样，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挺到下一个夏天啊。其实我现在只能自己给自己说，我说房少丽，你往前走，别回头，只要你坐上高铁，你老家的老铁们他们就追不上你。喜欢房主任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房主任。1年不见，姐，为什么挑战大宅？这个原因听着有点吓人呐。因为我体力也不足以支撑我讲完了，然后我现在还排了好几个手术在等着我。最严重的是我的膝关节置换，因为我没法现在站在台上演很长时间了。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膝盖离心脏很远的。确实，我看刚过程中，博哥是第一个拍的啊，而且拍在那个鱼头冲着他那个点上，是咱们山东人对这个礼仪特别的，就是。我拍到那个坐主座，跟鱼头冲着他，因为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在山东这意味着什么。我前面看你演出了，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偶像，你知道吗？没有，你也是我偶像，后位偶像。呵，说明咱俩审美都不错。我觉得像房主任这么勇敢，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就证实了，就有点像电影里边励志电影一样。而且我刚才听到有了成绩，有了一定效果以后，就马上一些其他的事蜂拥而至。我也想起来，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没多少年，也是身边朋友就过来找我，也是一样。所以说你刚才说那个东西，我特别理解，也特别好。我另外有一个请求，然后里院喜剧节，我觉得太需要您了，到时候来玩玩好不好？好，谢谢。欢迎。鲁豫姐是从去年节目上就一直在关注，是不是？非常关注，所以刚才我就是很开心、很激动。虽然你刚刚讲的是你拿到好成绩以后回到家里面各种各样，其实是生活中很烦的事儿，但你知道我还是为你高兴，因为刚刚你讲的所有的烦的事儿，在我看来是我们获得对生活的有了主动权、有了选择权以后带来的。所以我内心觉得烦，但是真的为你开心。你知道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个词，就是这个人特别轻盈。虽然此刻你站那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感受到那种轻盈。我想真的感谢脱口秀带来这么好的变化。我非常高兴你上了桌，然后鱼头冲你，虽然未必我们喜欢吃那个鱼头，但是那是个象征，所以我特别开心。房少丽女士为你开心。非常感谢您，鲁豫老师。看您特别开心，而且我跟鲁豫姐看，鲁豫姐觉得您轻盈了，我反而觉得您更踏实了，更笃定了。因为去年啊，看过咱们节目都知道，越往后啊，这可能确实这房主任一开始没想到自己能走那么远，后边的好多这个作品确实是疏于打磨。但今年一来一看，您就是这种啊，主人翁意识吧，反正就是往台上一站，这台是我的，我给你们好好讲这事儿。包括讲的也是这一年您的生活经历，我觉得更有一种洒脱，笑看风云。对，其实去年大家都说我是去年重生了，去年重生的只是从那个环境里走出来了，我的执念还在那个环境里。其实今年就是刚到节目播出前，就是上个月吧，我回了趟老家，我决定把我的户口彻底的从那个村子里骑走的时候，就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开了，我感觉就是有一个东西从根上我完完全全的走出来，我从那天才真正的快乐起来。我觉得你身上有一股侠气，就是让我觉得你特别的勇，然后又会特别的有温柔的一面，就是你身上好丰富。但是我其实一开始在去年看你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在支撑着你说你的故事。但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你真的不光是你的故事，你是一个真正的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你可以把这些故事融合的特别好，然后那么丰富、那么精准的传达给我们，就是很为你高兴的一个感觉。谢谢你，谢谢房主任，谢谢。精彩的对决总要有结果，咱们把翟佳宁和尚九熙也请回舞台中央。
先看一下3位获得气氛组的票数都是4票满票。那么今天的第一组对决会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第1块金牌会被谁拿走？结果请看大屏幕。恭喜翟佳宁207票。同时，我们掌声也给九溪和房主任119票、196票。按照规则，2位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走。好，走这边。很感谢这个行业，我也希望这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大家都会相聚在喜剧的夏天里。